好几次，踩了个实线，他很灵活。哦，他有点快了，有点快了。对啊，本地司机忍不住了，直接接到把你给超了。但是后面有个法拉利，哇！我们在加速跟法拉利博弈，我操！我们就开始支架。支架领航已激活，已激活了。好 ，Hello， 来到我们的一镜到底的重庆站。然后今天的路线，哇，厉害了！你看这个，看到就魔幻。哇，8D 城市，然后走的这些路，你看。南区公园路、菜园坝立交，然后待会还要去一些弯弯绕绕的市中心。刚才礼让行人那个斑马线，它没有停下来哦，没有减速哦。那有没有行人？好，我看一下这个，有行人了，有行人，它果然是减速的。还好，刚才是因为那个行人比较远，所以它是比较灵活的。好，我们马上进入到隧道，这里面就我觉得已经对于外地人来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了。向左沿导航边道。那我今天开过来的路上，我已经好几次踩了个实线，但没办法，我就说这是挑战啊，因为进来的时候如果不挑对这个道的话，就一定要踩实线的。本地司机也认不得路啊，这没办法，重庆的路真的太难认了。有可能是会不会刚刚让行人那一块导致了他有点提前不了变道，也有可能，但这个不猜测了哈，反正事实上就是来不及在实线前变道了。刚才那个实线是必须要踩的，否则我们就要绕一个大圈了。好，这里一个大曲率的弯道，然后这里有个黄灯是警示的但所以他没有理会，完全没有理会。哇，这个左边贴的有点。这台车本身就很宽，阿维塔的旗舰 SUV 11啊，所以在这边窄路，我每次都觉得哇，好有压迫感。包括像现在，我觉得我离花坛好近，而且它那个车头两边隆起来很多，哇，这个速度挺猛的哦，不愧是华为。而且我给你看那个，我故意是设置到是中间值的，我没有设那样标准的。你还没有敏捷啊？没有，然后0偏1值，完全是正常的。但你开了效率优先。只要开了效率优先，它还是比较猛的。通行就这个，对，这个开了之后它就会猛一点。所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些变道效率没有调到最激进的。好，然后这边就是 OK。我觉得在重庆开车啊，对于我来说最大的难度就是挑路线。对，它博弈其实没有我们在广州那边那么密集。一个是挑路线，另一个是那种弯弯绕绕的时候那些视野的遮挡啊，对人或者是对机器都是有影响的。对。然后稍微的走错了一条路线之后呢，哇，这个提速好猛！我也想说，有颓废感的这个本地司机开车。好，趁着现在应该没什么事情，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左上角的4个数字啊，我们就不想把接管数用一个数来表示，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了4个细项，其实是5个的。第3个是2个合在一起。就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接管的理由是什么，不是说接管少就一定是对的，不一定。对的，尤其是上面2个，一个效率共驾，一个效率接管这2个其实更多跟环境有关的。好，这边比方说前面有个临停的车，你看马上就向左边的把这些，它很灵活，它有点快了，有点快了。对啊，虽然刹住了，我知道现在又变道了，有点话痨。对，这是在车机里面可以设的。我是设了个详细的设语音，对。如果是设音效的话，就会安静一点。但是因为我们不懂路嘛，所以音效设的话痨一点是 OK 的。话痨一点的话，你就会更明白，这套系统它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对，主要是交互。这里就是我们设置的第一个途径的看点了。哇，连续法卡湾，就像个猪场一样。秋名山都不过如此啊！对，我们在广州那个路线已经在开始征集名称啊，所以重庆这个路线我们也会把它固定下来，大家也可以起名字。那你看这个回头弯，它的速度就压得有点低。3目看的是前面，所以你看这一边的视野它是看不清，只能慢慢的出来。对，它这个司机都非常谨慎了。很谨慎，但是我们把速度压得比较慢。对，所以后面有个还好，后面只是压了一台车，所以我们他忍不住了。哇，你看本地司机忍不住了，已经接到把你给超了。所以现在它的效率比起本地司机还是要差一点啊，但这个问题不大的。问题不大，你这个效率跟这个安心感，我觉得综合起来是能接受的。他要杀进来我就怕了。对啊。
这边的视野开放一点，相对节奏就会快一点了。但是因为到了这种大曲率的弯，它就会车速控制的比较弯中还能绕行，压了点线来绕开那个临停的车，很灵活。而且刚才那个绕行是没有减速，就没有停一下，没有顿一下就绕，很丝滑的绕过去。他没有思考那种顿挫。还连续继续发卡，再来。那其实仪表上它显示限速识别是50，但是它默认设置到就40速度。那你要对面的车压了点线，我们也没有什么急刹顿挫，缓缓的让掉它就。这一个弯我觉得它就没有靠左那么多，还是就靠右边会多一点，就跟刚才前面那个有点不一样。从我的体感差不多。好，这里又有2个车是占用了右边，很快，它就咚咚的一下。它这个详细播报就很好了，它告诉你我的压线是因为要绕行，但是也要注意，因为是占道了绕行。它很灵活，它会提前发现了这些临停的车辆，然后就很快的计算出它应该走的轨迹，完全没有停顿。不愧是本地司机啊，而且是3激光雷达，对吧？对，这个硬件啊、软件啊，还有一些本地的优势。我觉得这个还有超大的回头弯而且要汇入到已经很大的车流里面，看这个汇入它怎么处理啊？你看，后面黄色法拉利就忍不住了，已经借道超车了。哇，给我们制造难度，你看，直接拦我们车头了。对，后面又来一台，哎呀。我们就你看，我们观望一下，看它能不能过。如果不能过，我就要效率，对吧？就共驾，先不接管，轻点。您正在干预加速踏板。不行，它哇，这个找时机出去也比较难找。对，它可能会比较老实的等。看一下这个空隙，它会不会抓紧？好像不会。还有一个更大的空隙来了，来，你点油门，要走 ，go，我在吹它。加速踏板。行了，只能靠这种人肉博弈了。不行了。我要，你说它不行，它又行了哦。你通过点油门把它逼出来，把它给逼出来，逼上绝路，它就会开始博弈了。所以刚才这个还是效率共驾可以解决了，就还不用不用接管，不用效率接管，对。哇，所以我们并不建议大家直接拿我们这4个数字来横向比较啊，因为路况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不一样的啊。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但不要直接的比较。而且关键是我们也不提倡大家为了什么零接管、零介入啊，在那个路口卡半天，对，这也是不道德的。你该介入就介入，然后马上来了一个桥底的掉头，看他怎么处理。好，首先他挑车道是对了，他走到辅道，提前挑对了车道了。我今天我昨天今天2天啊，在重庆开车就是了。我看着导航都走错了几次路，哇，这些路真的外地人看不懂的，看不懂，就是明明看到，你叫我右拐是吧？原来前面还有一个右拐的路口，而且这个呢，掉头是不受灯控的事情，不受灯控的，所以我们是可以走。但是向左变道。奥维塔11这套乾坤智驾它好像没有 VLM 的，所以不受灯控的那个，是因为我们前方要。没有哦，这个有点看不懂。对哦，为什么掉完头之后来到最右？幸好刚才没车，对，有车就比较尴尬了，他直接横着怼过来右边。这个也是想不懂，而且他那个语音播报，你看叠在一起，向右向左，对吧？这突然间受什么的影响？这个不知道，它叠在一起2个指令可能吃字了，对，没说完上一句就下一句了。这还行。又要汇入了这种就是有点强博弈了，因为这里我们是1、2、3、4个车道，对的，哇，但幸亏旁边的司机来了，你让行人了，行人要让，他其实是有让，但是不到位，对，行人走了之后他就停下来了，那还行，重新起步了，对，就是效率低了一点点还行。但我相信奥维塔在这边经过了重庆的历练之后，他对于重庆这种路况的理解跟处理应该是比别的品牌要好一点的。数据量跟硬件、软件都摆在那的，还行了。这些结果上你看都已经是跟上车流了，对，挺不错了，已经是基本上就除了刚才一个效率共驾之外，就基本上不用管它，就来到这里了。
挺不错的。而且开下来，我发现当地人开车是很果断的，很少有那种横在你前面，对吧？折来折去的，他能超就是一脚就超掉，非常果断。所以大家行车的节奏也算是挺好。可能会有些朋友觉得，那现在自驾系统有很多第三方供应商嘛，像华为其实也是一个第三方供应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同一套系统应该装在哪个品牌的车上都一样嘛？其实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品牌首先它自己会对自己车辆，包括它的主动安全会有一套要求跟规范。所以就他们拿到华为给过来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公版的系统嘛，他们还要自己再修改一下。然后包括在训练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数据不一样的这个包括品牌啊、车型啊，自己有一些定义。其实我们应该要向左，我记得下一个路口是要向左。对，他刚才有几次向左发起变道的，但是太堵了，过去然后就取消了。但现在有空位，他就不可能看到前方空了就但是我们马上遇到一个灯位，再不向左嘞，向左引导。来，不愧是当地人啊，我多虑了。我想说，再不向左就来不及变道了。是，其实这种提前的变道，我觉得对于自驾系统来说，尤其真的要提前一点。因为你往后很可能就很被动了。所以它刚刚系统是2次提前已经是想变，只是变不过去，取消掉了。对，取消掉之后，它就再寻找机会。这个也蛮有意思，它取消掉之后，它是继续向前游，而不是说卡在那边就不走了，过不去就不走了。所以提前发起绕行就留点余量给自己嘛。这里会有个途经点，我们为了走一条固定路线呢，会设几个途经点，所以有时候这些途经点可能会干扰到自驾的行为这个点就没有，这个就没有，可能点一点油门让它过掉就好了。都没有点油门了，它自己过了。自己过的。对，途经点之后马上是靠左嘛。对，所以它那个挑车道是对的。好，下坡。而且重庆有很多这种高高低低的路，又有很多重叠的路。8D 城市嘛，真的是8D 城市。当然，我们这个自驾纽北的特别路线重庆路线呢，现在是1.0的版本。那这条路线我们会用一段时间，但是往后也会修改的，也会升级的。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们，我们会先收集起来，往后升级的时候会参考大家意见的。而且这段路在1-2年前其他的自驾上我们都有测过，当时还说有图的方案，然后来到这些地方他们的定位很准，对吧？所以就不会说产生偏移或者是桥上桥下那种误识别。但现在自驾已经是来到了纯视觉加所谓的端到端了，就已经没有什么高精地图定位这种概念，所以就是看它看到什么，然后识别出什么，以及它的判断。前面这个大巴在慢行不知道是等人还是怎么样。那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是要右转，要右转的，而且这个只剩100多米，它应该不会绕行了。这个绕行的空间不大，不会绕的就比较老实的，稍微等一下。然后这里我们又要转圈圈了，是的，转上去了。这个大巴也要跟着转下去吗？它好像不是。是那我们就跟着转下去了。哎呀，那等于给它降了难度。对，前面有引导车了，把这个速度给压下来了。一个速度压下来，另外一个它可以参考前车的轨迹，比较走运哇，弯中还有临停的车。对它处理这些临停车真的很果断，你都不觉得他在思考。这个节奏挺稳的，真的。对，很稳。我觉得有可能奥维塔会成为我们重庆路线的表现最好的一个标杆，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至少在本地第一梯队应该是可以保住。对，那这个隧道那变道是没问题的，因为它地上是虚线。第二是我们马上出隧道要靠左，是的，左拐，这个提早变道是对的。对，合规合法也是对的。到了这边 ，OK， 暗光出来之后马上有个信号灯。对，在重庆这边就没有办法说不能弯道超车，不能弯道变道，这个不可能的。甚至有人到处都是弯道。对逆行借道，本地法拉利都是这样超我们的。是，不过也对它这种窄路多，对吧？如果你不经常借道的话，整个交通效率可能就上不来了。对，可能这种比较有当地特色的驾驶风格，只有当地人自己才懂了。
是。你要我一个外地人，我可能是不敢这么去操作。好，这边又是2并1的，但是后面有个法拉利，哇！我们在加速跟法拉利博弈，我操！哇，你刹停的吗？不是我刹停的，他到最后一刻，直线上直接想拉爆当地法拉利是吧？我靠！到了最后一刻，他刚才其实离那个10吨，我觉得就半米左右。是啊，我以为是你踩的了，不是我踩的，因为我感觉到他在减速了，所以我就，而且我也想真的看一下他跟法拉利的博弈。我是没想到他竟然敢拼到最后一刻，不死心。哇，厉害！太猛了，这个决心至少是很厉害的，哇，佩服。那这种行为就不是什么建图啊或者打点可以做到的，这真的就是临场发挥。而且刚才的发挥也是相当棒的，老实说，结果虽然没碾赢人家，但是至少是安全，就是最后你得刹住。对啊，我们自己开车其实也是一样啊，你也是就2并1的时候，你跟旁边的车也是抢嘛，看谁大胆一点嘛，谁怂了。但我没想到他在那段路竟然这么勇，这么勇，勇字当头可以的。而且他当时那个勇，我觉得是很稳的。就是它的提速跟减速都不会让我觉得特别慌，它是果断的保持一个居值，而不是说点一点想想点。对。但是有点还是有点刺激的，比较刺激。好，这边我们又要靠左，就走了一小段正常一点的路，又要上去。因为我知道观众一定不想看我们走这种正常的路的肯定就说，哎，正常的路怎么好看的？就是要看这种弯弯绕绕的。对，这才够重庆，对吧？而且正常的路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品牌都没有问题的啦。就切到端到端之后，其实大家的平均水平已经涨了很多，所以我们还是挑一些稍微难点的路。你可以看一下，马上对，又要这样绕上去，用坡中起步又红绿灯的。这种大斜率的坡道起步其实也是有点难的。而且拐角够大，也是有视野遮挡，然后拐过去可能又有临停啊，又有什么的，对，看他怎么应对了。好，绿灯的起步跟前车的距离控制住，所以这个速度就不是很快。因为前面的车他好像想掉头是吧？他也是很慢的压着。对，旁边车道就有一个是掉头的。对，哇，然后好了，走吧。好，有个摩托车过来了但是没有侵占到我们的车道，所以没有对11造成任何的影响。重庆就是比较少2轮车，比广州少很多，所以就这种对2轮车的博弈就会这个难度就低了。相对都是要么是这种骑摩托车的爱好者，要么就骑手很少有那些个人我们上下班那种电机大军。对，可能是这边的路骑个电机其实真的太危险了，不够功率上坡就功率应该是够了，就真的是危险，因为这个路太窄了。尤其是这边如果一下雨地湿湿滑的话，开电机真的危险。好，这里就是你看多车，对，拐弯，其实旁边的车也没有对我们有太大的影响。这个就他就停在这里，在发呆了可能路线是不是没有思考好呢？即将越线刹停。越线刹停，对，因为现在我们是卡在这个线上面。好，然后如果这个地方它不动的话，其实可以拐过去那边，对吧？对，但是它就不会，它就比较薄。他是不认得那个车道吗？因为我看到 SR 它那个轨迹上，他觉得这个车侵占了。好了，那现在停下来就红灯了，我们停下来就会有2个难点了。第一个就是现在红灯完全是靠地图数据的，所以看这个数据准不准。另外一个呢，其实停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之后，自驾系统它是不知道自己停在红灯前的，因为它的训练数据都是短时间的，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它有可能会失忆，所以看一下它没有失忆，看能不能正常。可以绿灯了，起步走不走？走不走？他在等待起步，不走了，所以我觉得是失忆了，所以我就帮他一下了。对，我就帮他一下了。那其实这个时候点油门共驾，看到主要是刚才右边的大车给我压力了，所以我就效率接管了一下这边我们再启动它。智驾领航已激活。就是有时候
在路上会遇到一些你想不到的难点。主要是城市之家就很多这种叠加的按键，对，一个是红绿灯把它卡住了，第二是旁边的车也不断的来，而且是来个大车，然后又马上可能下一波的行人后面的车又来了，对，所以作为一个司机，你可能考虑的东西要很多，但系统的话相对来说思考的维度会偏单一一点。是。所以我们虽然做这个测试啊，但是我们真的不提倡大家应用这些自驾系统，就不要硬的来用啊，灵活的该自己接管的时候一定要果断的接管。对，包括共驾、油门共驾各方面，你能让它快速高效率的通过，对吧？这些都是需要做到的。对对，就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但不要完全学我们啊，因为我们是为了去看这些系统的上限，所以有时候呢，无论是接管的时间也好啊，或者说干预的那个点，我们都会就给更多的空间给他。对，我们都是尽量的让他发挥，看他上限也看他的下限。对，但大家尽量就不要模仿了。但我们平常日常不是做测试自己用的时候啊，我们接管跟干预的时机就会往前提的。绝对不会说像刚才那样子就等在那里看一下他后面怎么样啊，就我们一定会很果断的，哎，你过不了我来。所以也建议大家用自驾是这样用啊，但是我们因为做测试嘛，就必须要把它的难度给提高。好，我们回到这个路上，又是一段这个真的去蛇形的上坡。对啊，因为这是一个上坡，而且单车道，最重要的是单车道，而且会有临停的车，就看他又会不会，你看这种越线的超车啊，或者是避让啊，右边有一个停着的摩托车，绕得很果断啊，很果断，稍微借一点点左边的空间。他甚至都不播报了。对呀，他觉得这个小 case 啊，这边也是稍微绕一点，要一点。对啊，他不绕的话就碰了。哦。他觉得这种小事情就不用跟主人汇报了，我自己搞定了。啊，这边也是，又绕了一下，没问题，很好，非常好。应对重庆特色的道路，他还是处理的挺好的。对。然后今天我们测试的这个 ADS 版本应该是 3.2.1，对，最新的。然后也算是3激光雷达，哇，这个我也没猜到哦，这都要对吧？这一点点空间它就钻出来了，还要钻出来，就是不排队。是领航，他也没说退，他是尝试恢复，对，他没退，他可能觉得他刚刚说障碍物小心，可能是这几个垃圾桶影响了他，对，也很灵活，真的很灵活。哇，这就拐过来了。对啊，这就拐过来了。有行人他有让速了，礼让行，因为他看到有斑马线了，斑马线加行人就触发了他礼让行人的机制。这个距离留得很好。向左变道。咦，向左？是我们要拐？也不是我。向右沿导航变道。刚才这向左变道有点迷惑。突然产生了一次无效变道。对。但这种问题倒不大。你看右转，然后又有右边临停的出租车，还是等红绿灯呢？等红绿灯。对，有一些应该是等红绿灯的。所以他这个判断其实也挺准。他不会说一看到停下来的车就马上绕。对啊。对，因为有些断道绕着绕着就发现自己走错车道了，或者是甚至逆行了。对。他这个还是要结合地图的一些理解在里面。我还试过，他跟着那些就停站的公交车，就总站的公交车，他就跟在后面不动了，就绕着绕着，突然就走了一个不应该走的车道了。好，这边有一个右拐，开放式右拐，也蛮好哦。对啊，对吧？他先出来，然后旁边的车很近，之后我们也有让行。好，那现在左边有一个博弈了，左边的车铁上。避让变道。你看他这个避让的空间提前也很不错。要是太贴了就不够空间出来。对，太贴他自己就很不够。对啊，他可能就被卡住了。然后现在车就开始多了，我们前方我们可以回到右边的右边有公交车。对，有公交车。他刚才感知系统是知道右后方有车接近，所以他就没有输出一个往右变道的方案。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继续跟着前车走。其实像这种就是几个车道没有变化，大家也基本上不怎么插队的情况下，
开自驾就会很舒服的。主要是它跟车的速度控的蛮舒服。对啊，提前量就开始有点减速，但减速也没有说减停，也是缓缓的，尽量能溜着就溜着，保持一定的这个加速的举止。而且这个公交车是占了车道线的，对，他刚才应该就扫描到公交车占线，他就把速度突然减了一下，以防它出来加一点偏移，对吧？可以了，安心的就过了这个灯了，就过了。但是有个摩托车，也是让一下，赶紧走，赶紧走，不然行人绿灯我就走不动哦。这就比较尴尬了。哎呀，这就很尴尬了。不过让也对，行人开始走了，行人也是绿灯了。对，但是他让就应该早点让，他刚才就很尴尬，你现在就骑在斑马线中间，所以就说自驾的这种系统，它考虑的东西相对维度是单一一点。人的话就说，哎呀，这个还有绿灯几秒，我不如提前不过了，或者提前一脚果断的过掉。对，因为现在的自驾主要还是靠端到端，它主要处理的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状况，就比如说这个前方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前后左右的那个交通参与者是怎样的，我就输出怎样的结果。是，它其实没有什么智能的，或者那个叫空间的那个理解跟预判没有人这么远。对。但是往后呢，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业界在做 VLA 的一些研究了。就是到 VLA 的时候就会有些智能，就会像刚才那种情况，它可能就会聪明一点，就知道我这个绿灯我要不就快点过，要不我就早点停下来让行人过。VLA 就是视觉大模型，看到这个世界的场景，它理解它是个怎么状况，有些提前量或者是一些预判会给到它。所以现在我们说一套自驾系统，它拟人像人，只不过是它的行为像人，但实际上它的思考过程还是跟人不一样的，还是对，它比较简单的。就比如说现在已经可以做到那种丝滑的占道绕行像人，不像机器那么死板走中间了。但是其实他对自己这个动作是没有理解的，他是比较机械的，就是这种状况我就这样处理吧。好了，前方又有一个礼让行人的斑马线，然后前方的车都很守规矩的停下来，我们也跟在后面了。到了这一段，我感觉就没有什么难度了，我们应该可以。这一段的对，就主要就是后面这里还有一个难点。对，这一段主要就是行人会多一点。对，就看这个提前量的预判，你看，但比较紧急呢，它就会对顿有提示音嘛，这个是提醒，但也没有退。这个法拉利起步，但刚才跟那个法拉利还飙过车呢，那这种是小意思了。但他还是很保守的。星幾遠，因為奇瑞嗰個係喎。說起奇瑞啊，他們現在做的那一套自駕系統也是，就 PPT 來看是很牛的，但實際上我們還不知道，還沒試過，目前還沒有量產完全的落地。對，所以等它量產落地之後，我們也會拿出來試一下。這一段的難點就是景區車多人多，這個要倒車的，然後又有倒車的，對，哇，貼着人家過。我覺得他是不知道那個車在倒車的，對，就那種怎麼有空間我就過了。就是還是那句話，場景的理解，我們能理解到，它肯定是會有下一把往回倒。對，機器就沒想那麼多。那這個繞行就提前量做得挺好啊，不過，但是我們你又幹嘛呢？因為我們要根據導航是要向左的，所以它向右之後又要回去。這就很尷尬了。左後方的法拉利現在就想，對吧？把我們的車道那個位置給佔掉了，對吧？你是好，他自己給自己上了一個很高難度的狀況了。其實剛才如果他一把塞進去左手邊的話，雖然慢一點，但是後面就不用博弈了。但現在就有點尷尬，反過來了。對，現在我們好像是快了幾個車位，但問題前面呢，這裡是實線了，所以他是想在這個位置硬塞過去左邊車道的。但這個除非左邊的司機讓我們，而且我們前面是實線，按道理呢，要不呢就乾脆再往前點，對，過掉前面那個斑馬線，再找機會。對，但那個時候窗口期就更短了，對，還有600米、650米。看吧，看他表演，起步。他輸出的軌跡還是他寧願壓實線，但是他又壓一點又不壓一點，壓一點，還是斜插的過來，但不得不說也變到成功了，但就不大好咯，壓這個實線，對，不算是一個完美的答案。是。
所以压实现这个也是一个难点来的。就如果在程序上面写死了啊，不压实现，那其实各个系统都可以不压的，但问题就不够灵活，就走不动了。但是你让它压呢，它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知道边界在哪里。对，这个压的到底对不对？什么时候压，什么时候不压？该压多少？而且现在端到端训练都是靠一些视频片段嘛，那很多视频片段的真人司机是会压实现的，所以就说现在的端到端训练大模型像上网课一样，对，上网课上到一定程度，觉得我会了，压实现变到效率更高的我也来。对呀，实现是可以压的，那就压吧。任重道远呢。对，因为他们没法判断，我们人类司机呢会判断，就有些实现。不过说老实说，人类司机也是，就有些人对实现的敬畏之心会大点，有些人就会少一点，这真的也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对于人类司机来说，最灵活的地方就是前面有摄像头的这个实现我是不能压的。我在这里扣过分，这里是不能。对。起步。哇，它一个绿灯不到10秒啊。所以为什么会深红色？而且今天是周末啊，所以就会就你们最爱看的周末出游高峰期，行人旅客又多，而且今天还是个节日呢。我们没记了，今天是女神节嘛，3月8号啊。你作为婦女之友，你不知道的嗎？今天3月8號啊，係我真係唔記得咗。各位女神節日快樂！但你們看到這視頻的時候，肯定不是應該不是3月8號，至少過2天。對，我們回頭還要做一些簡單的後期。這個你看前面那個司機就等不及了，他要等不及直接右拐，他可能接了個單，可能在堵車的時候接了個單，你看馬上上車了，有位女神右拐，對啊，但是他上來，算了。不要說人家了，這個我們回來看自己的自駕。我們的重點是自駕表現。其實過了這個燈，後面就還好了。然後這邊是一個橋底的隧道，哇，又有紅綠燈，對吧？最後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朝天門。朝天門廣場。好，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下面的2個技術還是0的。就一個是不按導航走跟降級，最後一個是安全接管。其實那一次的接管主要是有個公交車加一個紅綠燈的太久，對吧？它沒有重新起步。剛才那個是效率接管嘛？講真那個，對，講真那個如果點油門可能都可以，應該是為了你一個預判性是躲了個公交車。對，是右邊的那個工程車，因為它突然從右邊包過來，所以我就。直覺上，其實我剛才都沒有想太多了，我一看到那個車爆過來就搶方向了。好，我們左方有個可以至少他沒有急剎，藝高人膽大呀。請注意車輛繞行。他要繞水呢，提醒了繞行。但是又取消了。它這種撤回的快也是一個好的體驗，就是它有些誤判斷或者是那種無效變道，他發現其實沒什麼用，趕緊取消，就不變了。對，就總比過去那邊再打燈回來這邊要好一點。要是這樣一個來回，那效率又太低了。好，我們經過了重慶飯店，哇，一看這個名字就是老牌的。是吧？我們不大清楚啊，有重慶的朋友可以在彈幕上面告訴我們啊。重慶飯店是不是這邊算不算重慶的 CBD 的？對，應該是吧？是了吧？就朝天門這附近了。對，就看這些建築，就是應該是很中心的地方。我們昨天是吃了一頓火鍋的，是在這邊嗎？對，在那個。昨天我們住在哪裡來着？那個什麼區我忘了，在天街什麼路，吃了一頓火鍋，很地道，很好吃。但是除了火鍋之外，重慶還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大家可以在彈幕上面告訴我們啊。以後我們還會有更多的機會過來重慶去測試更多的自駕車型的。對，哇，好，這裡有一個大貨車要出來，公交車讓他了，我們也讓了，我們也讓了一下。留的距離也 OK，對的，提前讓是 OK 的。因為大貨車有時候啊，尤其是有拖掛那種，它的那個後面擺動的，
艺高人胆大，杀过来一把方向就躲过去了。他真的到最后才躲过去，就我看。虽然那下我没有说像之前那个那么害怕，但是也是有点惊讶，真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处理，没想到这一下还要加速。哎，我之前看一些博弈论的书啊，就有一个博弈论的游戏啊，我叫什么小鸡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两台车，你博弈看谁大胆，就是这样的，看谁最后谁怂对就输，对，谁怂谁输，所以看最后忍不住要去打方向。好，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对吧？连续的下坡，你看视野，人开车都受遮挡。对，而且他还选择了最左边的，他选择了视野最受限的左边车道。但是因为马上要右转，那左边其实走中间应该是最好。我们是左边2个车道都可以的。是的，但是你看这个曲率大了之后，它就会有点压这个车道分界线了。它就不能完全走在这里。其实还好，我这边看还好，应该是车太宽，就刚刚是压了一点可能也是因为刚才没有车。哎呦，它是变道，它变道，他想走中间车道。其实这边是可以的，对，可以的。然后这边还有个信号灯，其实可能外地司机都没留意到，真的，人都颠了。哇，这里是他是不是应该往右边的？其实没有，他应该是包了个大弯。他播报也是在播报左转的。对。好，这里从方向的输入跟轨迹看也像是左转，但是因为刚才就是他报了一个大弯之后，速度慢了一点，起步。我们刚才其实是压着绿灯的灯尾过来，哇，请控制速度已变道，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哇，我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哇，他贴的旁边的车贴的好近啊。而且还加速一脚顶上来。我们之前用问界来测试的时候，不觉得问界的动作虽然也是大胆但没有那么的大胆。所以我觉得因为是侧方激光雷达，我也猜测跟硬件布局的那种信心有关系，它都是侧方3激光雷达，而且是角雷达。对，那种近距离的把握，它可能是更有信心。这个问界是这个就是哇，你看我们是走对的。对，这里不行了，因为他刚才的动作已经让后面的奔驰很生气了。我担心奔驰会压过来。支架领航已激活。就是正常的博弈呢，这套系统是可以处理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有恶意的话呢，就真的容易出状况。所以刚才我为什么接管，我就担心那个奔驰，因为他刚才在后面已经一直哔哔哔，很生气了。然后我们在那个路口在那个压中间线，对导流线那里又是走了导流线再回来，就好像在挑衅他一样，画龙一样。对呀，就是我让你过，我又不让你过，哇，那早抽哦，这个动作是。所以我刚才还是接管了。出于主动的防御性驾驶啊，对，所以有时候这种小动作，机器可能只是在判断这些车流线对吧？导航的信息，它只是单纯想，但我们其他司机看那个轨迹就会觉得你是有恶意的，我们会有那种什么过度的解读，是你在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你几个意思？对，好，所以。行，这里黄灯它就不过去了，缓慢刹停，缓慢刹停了。我们你这个终点还最后加一点点难度，对，这里其实可以设终点的，我们还去绕过来，因为我真正的终点是朝天门的那一块，所以前面还过一个隧道。对，他是自己点了个油门，对，他自己点了一下。不知道什么触发了，他动了一下，好了，转绿灯了，这回是真的可以走了。你看他刚才动了一下，手也是蹬的那个声音，是起步的声音。但他误判断之后，他也没刹出去，对，他就顶了一下。有可能是2个系统在打架，就有可能端到端的系统是输出了一个走的指令，然后规控系统就你停。有可能因为前方那个行人的绿灯，哇，你看他对这些水马都是贴得过的。这种商场的门口，他都开这么快的。那我们应该要去到最左来左拐的，但这条车道，哎呀，也可以，这是共用的。两边对，2个车道都可以。但公用的来到这里就不是公用的，不是，刚才那个地下明明是向左的，有迷惑性，真的很迷惑哦。所以这个
这当地司机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是对啊，可以两向的还是单向的？对啊，上一个是我看到是这样的，是双向的。对，这到这里就突然，但这里地上的线也是虚线啊，所以也不能说我们违规嘛啊。至少我们要左拐红灯停，这个问题不大，没有刹出去。好，最后再看一个红灯的守卫起步，看它的效率怎么样啊？绿灯走，它起步会保守一点。没有这个时候他就很想回去左边的车道了然后他决定不回去了，包个大圈，能走就走吧。哇，你看右边这个，我真的有压力，我们被夹击了，那边也夹过来了。对，但是还行他对这种夹击是不畏惧不怂的，不怂，但是他也不会争抢，还会留个口让你先过，留个口让别人可以過。哎呦，是啱啱好哦。我们有一个机器没电了，就是拍 SR 的机器因为阿维塔11的系统老一点，所以它 SR 界面是在仪表的，但即将靠终点临停，对，它不会杀过去，还是会告诉你。好，其实快到了，还有60米到了，所以最后这一点点也问题不大了我们还是一定到底的，我们是坚持做一镜到底不黑不吹，一针不剪的，只要没有挡路，没有什么情况。好，到达了。好，这里我就接管了。好，那我们就阿维塔11的这个自驾纽北特别篇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11今天的表现可以打几分呢？我个人觉得至少挑路挑对了，也没有很危险的那种情况。但有几次是出于我们就比较老司机的更提前量防御性的驾驶去接管的。所以大家觉得这2下接管，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或者是符不符合你们心目中驾驶这种风格的需求呢？对，大家还想看我们在重庆这里测试哪些车型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们。关键是看看想什么车来挑战这条路，你们马上打出来。对，有什么全部都报名投稿我们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最后也要说一声我们大老远的从广州专门过来这边做测试不容易所以大家知道怎么做的啦求个关注一键3连回个血，记得投币给我们一个剐蹭基金。对，真的借车基金、剐蹭基金、差旅基金都靠大家的投币啦，谢谢你们。朝天门生成使用代客泊车。是这么一个绕下来之后，这样再绕到富山，他根本按刹停了。有障碍物阻挡，好，安全。这么拐我共驾下，我一干预加速大法，他就往墙上去了，就一给直接进去吧，仙人。你看后面那个，哇，有人压着弯冲过来了，为什么那么魔幻呢？